狐狸猫跟小树蛙周末约好去逛新开的百货公司，走到入口处，他们发现有趣的事物。原来这个百货公司大门是一个气派的旋转门。小树蛙先试了试，很用力地推着玻璃旋转门的 A 处，旋转门才转动起来，好不容易到达了另一侧。而聪明的狐狸猫一看就知道怎么用最少的力轻松地通过旋转门。荧幕前的你有没有猜到狐狸猫会如何通过旋转门呢？用什么方式可以比较省力地推动旋转门呢？狐狸猫借由推着旋转门外侧的部分，不费力地让旋转门转动了起来。然而小树蛙不明白为什么推门的外侧会比较容易推动旋转门。狐狸猫解释，百货公司的旋转门是绕着固定在中央的转轴旋转，不像一般使用铰链、沟槽或轨道滑动的门。所以这个旋转门为杠杆原理的应用装置。杠杆通常指的是绕着固定点或是转轴旋转的装置。杠杆装置中的固定点或是转轴叫做支点。举例来说，公园的跷跷板利用固定的支点旋转，所以也是一个杠杆装置。比较小树蛙以及狐狸猫推旋转门的方法，可以观察到不同之处，在于它们施力的位置不同。狐狸猫的施力位置距离支点比较远，小树蛙施力位置距离支点比较近。从这个观察中，我们发现施力的位置会影响物体的转动。接下来就要探讨这个影响转动的因素——力臂。所谓的力臂，就是由支点到施力的作用线的垂直距离。从这个杠杆装置的简图中，可以看到图中浅蓝色的虚线是施力的作用线。在这个状况中，施力的作用线跟杠杆垂直，所以杠杆施力的位置，也就是施力点到支点的距离，就是力臂。小树蛙坐在跷跷板的位置为施力点，它的重量对跷跷板向下施力。若此时施力方向和跷跷板呈垂直的情形，那小树蛙坐的位置到支点的距离恰好就是力臂。现在来脑力激荡一下。当作用在杠杆上的力并不是垂直于杠杆时，我们必须先延长力的作用线，并找出此作用线与支点的垂直距离，如同图示中蓝色线条。这条线刚好会垂直于施力的作用线，这条蓝色线条的长度便是力臂。现在我们按照刚刚介绍的方法来分析跷跷板倾斜的状况。坐在跷跷板上的小树蛙在离开了原本位置后，它的力臂就不会是支点到施力点的距离。我们需要做出作用力的延长线，再找出此延长线与支点的垂直距离，才是力臂。你答对了吗？小树蛙统整了一下，所以说，因为你施力时力臂较长，可以施比较少的力推动旋转门。我这样说没错吧？没错。狐狸猫接着说明，所以施力大小与力臂长短都会影响物体容不容易转动哦，也就是力矩的概念。我们知道，当一个静止物体受到水平施力时，施力大小会决定物体移动的快慢，而力矩的大小则是决定物体转动的快慢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力矩是让物体转动的物理量，力矩大小跟刚刚介绍的力臂以及对物体的施力相关，其数学关系是力矩等于施力乘以力臂。力矩的单位是牛顿乘公尺，或是公斤重乘公尺。像小树蛙你说的一样，当推动旋转门的位置越远离支点或越靠近外侧，
力臂就比较大；反之，力臂较小。所以当我在推门的时候，只需要用比较少的力，就可以产生相同的力矩推动旋转门。小树蛙，你则需要施比较多的力。所以增加力矩的方法，根据计算公式，不外乎就是增加力臂或是增加施力。而在不同状况下，我们可以利用改变施力方向、改变施力大小、改变施力位置等等的方法，增加力臂或是施力，进而增加力矩。考考荧幕前的你，如果现在施加在杠杆上的力是平行于杠杆的，试问该力矩为多少？调皮的小树蛙这次故意选择和狐狸猫推旋转门不同的位置，他却惊讶地发现，旋转门竟然一动也不动。明明就有给旋转门力矩，怎么不会转动呢？狐狸猫解释，就像力一样，不同方向的力会造成物体往不同方向移动，不同方向的力矩也会造成物体依不同方向转动。力矩也是具有方向的，分别为顺时针以及逆时针两种方向。造成顺时针转动的力矩称为顺时针力矩，造成逆时针转动的我们称为逆时针力矩。当旋转门受数个力产生的力矩作用，这时候会有以下的情形：一、力矩的方向都相同时，合力矩增大，转动效果会增强；二、力矩的方向有所不同时，合力矩变小，转动效果会减弱；三、当顺时针的力矩与逆时针的力矩大小相等时，合力矩为零，原本不会转动的杠杆依旧保持不转动。所以从旋转门一动也不动的状况，我们可以推论得知，小树蛙产生的顺时针力矩以及狐狸猫产生的逆时针力矩大小相等，但是方向相反，因此合力矩为零，呈现不转动。经过狐狸猫详细的讲解，让小树蛙终于懂得如何巧妙利用杠杆原理，轻松地推转旋转门。小树蛙谢谢狐狸猫的讲解，并和它开开心心地一起逛百货公司咯。我们来统整一下今天的重点吧。今天学会了力矩计算公式，定义为 L 等于 F 乘以 D， 力与力臂的乘积。从力矩的计算公式，我们也可以知道影响力矩的因素有施力的大小、施力与杠杆的夹角、施力点与支点的距离，并且认识到了力矩具有大小与方向，依照方向分成了顺时针力矩与逆时针力矩，也知道当物体受到多个力矩作用时，使用合力矩来表示这些力矩的总和。最后脑力激荡一下吧，你也可以亲身实验看看，再与同学和老师一起讨论哦。为何门把都要设计在门板的最旁边？如果设计在中间不好吗？会产生什么问题呢？